大家好，欢迎来到一夜一段史，我是老陈。今晚我们慢慢聊一个贯穿整个汉末乱世、争议缠绕2000年的人物贾诩。翻开三国史料，能清晰看见一条残酷的命运轨迹，天下顶尖谋士几乎无一善终。国家常年殚精竭虑透支身体，年纪轻轻便染病早逝，一生谋略尽数献给曹操，却没能等到天下初定的那天。荀彧一生坚守汉室本心，不愿同曹操篡汉的野心同流合污，最后收到主公送来的空食盒，读懂其中暗藏的催命之意，独自饮下毒酒，了结性命。荀攸跟随曹操南征北战数十载，朝堂暗流汹涌，常年压抑内心，终日郁郁寡欢，最终积郁成疾，撒手人寰。杨修天资绝顶，总能看穿曹操心底所有心思，屡次擅自揣测主公心意，插手楚魏之争，被曹操寻下罪名，当众处斩。陈宫早年辅佐曹操，看透其凉薄心性后，转投吕布。吕布兵败被俘，他宁肯慷慨赴死，也不愿回头臣服救主。庞统胸怀惊天伟地之才，舍弃安稳仕途，追随刘备入川，急于建功立业，贸然轻进，最终在落凤坡中箭身死，壮志未酬，空留遗憾。放眼整个汉末群雄割据的时代，但凡胸中藏有谋略，敢于展露自身才华的读书人，要么困于战乱横死沙场，要么卷入朝堂权斗死于猜忌，要么执着心中道义自我了结。所有人都困在才华、理想与权力编织的牢笼里，找不到一条安稳脱身的道路。但贾诩是全然不同的例外，后世世人给他贴上三国第一毒士的标签，只因他当年一句谋划，搅动关中大地，陷入数年无休止的战乱。数十万无辜百姓葬身刀兵、饥荒与瘟疫，千里沃土沦为荒无人烟的死地。他一生辗转侍奉6位主公：董卓、李佗、郭汜、段威、张绣。曹操、曹丕每一次改换门庭，都踩准时局更迭的关键节点，没有一次因为战队失误身陷绝境。他曾为张绣设计奇袭之计，让曹操在宛城遭遇一生中最惨烈的败仗。猛将典韦为护主力竭战死，曹操亲生长子曹昂将战马让给父亲，自己留在乱军之中殒命。曹操痛失爱子与心腹爱将，这份血海深仇足以让任何谋士万劫不复。官渡对峙前夕，他力排众议，劝说张绣归降曹操，精准预判天下大势走向，助曹操收拢人心，稳固根基。赤壁大战之前，他冷静看破曹军暗藏的隐患，直言劝阻曹操贸然东进伐吴。一番预判句句切中要害，可惜彼时曹操志得意满，完全听不进半句劝谏。这般身上背负血色污点，与主公结下生死大仇。多次改换门庭的谋士，没有死于乱世征伐，没有死于君主猜忌，没有死于派系倾轧，反倒稳稳活到77岁高龄。晚年身居曹魏3公太尉之位，手握朝堂顶级权柄，无灾无难，安然病逝。家中子孙世代承袭爵位，家族绵延兴盛。放在人命如草芥的三国乱世，这样的结局称得上近乎奇迹。后世无数史学家、权谋爱好者反复研读贾诩的生平轨迹，拆解他每一次抉择背后的心思，所有人都想找到同一个核心答案：在满是厮杀、背叛、猜忌的时代里，他到底看透了什么旁人一辈子都无法参悟的生存真相？今晚这篇睡前故事不单单拆解贾诩层出不穷的精妙计谋，不刻意吹捧他的智谋无双，也不单纯批判他冷血自私的行事选择。我们沉下心，慢慢读懂一个看透人性、读懂权力、认清自我的清醒之人是如何在乱世滔天漩涡之中守住属于自己的方寸安稳，如何在刀尖之上行走数十年，始终保持一份不被时代洪流吞噬的清醒。
现在请你调整舒服的坐姿，放缓呼吸，跟着平缓的叙述，走进贾诩横跨77年的乱世人生。贾诩字文和祖籍武威姑臧，对应如今甘肃武威一带，大汉王朝的西北边境之地。中原腹地是王朝礼乐、儒学文脉的核心区域。洛阳、长安、颍川等地的读书人，自孩童时期便端坐书斋，日夜诵读孔孟圣贤典籍、仁义、礼智、忠君。守节是刻进骨子里的行事准则，他们看待世间万事万物，都会先套上一层完整的道德框架，习惯用是非对错评判所有人的选择，心中藏着安定天下、匡扶汉室的宏大理想，骨子里带着书生独有的理想化底色。可武威地处边疆，没有温润的文风熏陶，常年直面草原游牧部族的侵扰。部落之间为了草场、人口、物资互相攻伐，官府与胡人冲突不断，小规模劫掠、厮杀几乎年年发生。生活在这里的百姓最先学会的从来不是诗书礼仪，而是分辨危险、保全自身。这片土地孕育出的人天生自带2种特质，一是对周遭潜藏危机拥有极致敏锐的感知力，任何一点细微的反常都能立刻捕捉到背后暗藏的凶险；二是根植于心底的生存本能，在生死关头不会被虚无的道德礼法束缚判断，只会优先计算活下去的最优路径；三是对朝堂流传的宏大理想、仁义口号本能保持警惕，亲眼见过太多打着匡扶天下旗号，实则只为一己私利的军阀官吏，很难对所谓大义产生全然的信任。贾诩就是在这样一片充满现实与厮杀的边疆土壤里长大。年少时期的他在当地并不出名，没有年少成名的光环，没有乡里乡亲交口称赞的美名。《三国志》中关于他青年时代的记载寥寥无几，仅留下一段足以预判他一生行事风格的往事。这也是解读贾诩所有选择最关键的伏笔。东汉中后期，举孝廉是底层读书人踏入官场唯一正统渠道。贾诩凭借自身学识被举荐为孝廉，顺利入朝担任郎官。只是朝堂沉闷压抑的氛围，复杂晦涩的朝堂规则，让习惯了边疆直白生存法则的贾诩难以适应。没过多久，他便以身体抱恙为由主动辞官，收拾行囊动身返乡。回乡途中，一场突如其来的劫难骤然降临，路上同行数十名赶路的读书人半路遭遇叛乱胡人劫掠，一行人全部被胡人捆绑扣押。胡人素来仇视中原官吏，原本打算将所有俘虏全部斩杀，抢夺随身财物。同被抓捕的路人，有的吓得浑身发抖，跪地不停求饶，试图用卑微姿态换取生机；有的心灰意冷，闭目等死，认定落入胡人手中绝无活路；还有的大声斥责胡人作乱，试图用朝廷律法震慑对方，反倒激怒胡人，招致一顿殴打。唯独贾诩身陷绝境之时，没有滋生半分慌乱，大脑飞速梳理当下所有可以利用的信息，快速判断胡人内心的恐惧与软肋。他高声向胡人首领宣称，自己是当朝太尉段同的外孙。段从常年驻守西北边关，与当地各大胡人部族多有往来，对部族首领多有恩惠。若是今日加害自己，段党得知后必然会出动边关大军清剿部族，到时候整个部落都会迎来灭顶之灾。胡人首领素来畏惧段腾手中的边关兵权，听完这番说辞，瞬间心生忌惮，不敢轻易动手加害贾诩。不仅立刻解开捆绑他的绳索，拿出酒水食物好生招待，之后专门派出人手护送贾诩平安离开这片险地。其余同行之人，没有可供依托的权贵身份，没有冷静周旋的心思，最终全部惨死在胡人刀下。这段往事在史书里只是一笔带过，大多读者只会简单感慨贾诩机智过人。
可如果你静下心拆解这件事背后完整的心理逻辑，就能读懂藏在贾诩骨子里最核心的特质。当所有人都被死亡的恐惧裹挟，情绪彻底占据思绪，失去理性判断能力时，贾诩能瞬间剥离所有主观情绪，客观梳理眼前全部筹码，快速编造一套能够精准击中对方顾虑的说辞，短短片刻完成对敌人人性、内心软肋的完整推演，不依靠蛮力，不依靠求饶，只用最低成本的话术换取一线生机。这份临危不乱的冷静，从来不是与生俱来的天赋，是边疆数十年战乱环境日复一日打磨出来的能力。往后数十年，无论他身处何种绝境，这份剥离情绪、权衡利弊的思维模式，都会反复为他开辟旁人看不见的出路。这就是青年时代完整的贾诩，冷静到近乎淡漠，理智压过所有感性，凡事优先计算生存成本，不做无意义的情绪消耗。时光流转，朝堂局势急速崩塌。公元189年，董卓率领西凉大军进驻洛阳，彻底撕开大汉王朝表面的安稳假象，天下大乱的序幕正式拉开。贾诩凭借自身西凉出身，顺利进入董卓麾下任职，职位不高不低，算不上手握实权的核心幕僚，也不是无足轻重的底层小吏，位置恰到好处，既能看清朝堂所有局势变化，又不会因为身居高位被各方势力紧盯。身处董卓阵营的漫长岁月里，贾诩始终保持沉默，从不主动向董卓进献计策，从不主动争抢功劳，更不会在公开场合发表任何对时局、对主公的看法，只是安静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冷眼旁观董卓一系列残暴行径。董卓纵容麾下士兵在洛阳城内烧杀抢掠，豪门世家被肆意屠戮，无辜百姓惨遭欺凌。为了把控朝堂，强行胁迫天子，百官迁都长安。长途迁徙途中，老弱妇孺冻死、饿死、病死不计其数。昔日繁华的东都洛阳，一把大火烧成断壁残垣，千里焦土，满目疮痍。这一桩桩惨无人道的祸事，贾诩全部亲眼见证。他心中清楚，董卓的残暴会给天下带来何等深重灾难，可他从未站出来劝谏半句，也没有暗中谋划逃离董卓阵营。贾诩心中有一套清晰的利弊计算。彼时董卓手握重兵，朝堂完全被西凉军掌控，贸然劝谏只会被董卓视作心怀异心，当场招来杀身之祸，仓促出逃，西凉军遍布关卡，半路被抓捕，同样难逃一死。暴风雨来临之前，短暂的宁静是唯一的缓冲期。此刻最好的生存策略，便是收敛自身所有锋芒，隐藏在人群之中，降低自身存在感，默默保存自身力量，静静等待时局重新洗牌的关键节点，不主动推动局势变化，也不主动逆势对抗大势，顺势蛰伏，伺机而动。公元192年，朝堂局势迎来惊天转折，司徒王允暗中联合吕布，设计刺杀董卓，一代军阀枭雄就此落幕。董卓身死的消息传遍长安，所有西凉旧部瞬间陷入巨大恐慌。李国、郭汜、樊稠、张济一众手握兵权的西凉将领失去唯一靠山，一夜之间沦为朝廷清算的目标。王允掌控长安朝廷大权，当即颁布诏令，赦免所有西凉底层士兵，只要求所有西凉军将领解散麾下部队，独自返乡，不再执掌兵权。按照寻常世人的逻辑，放下兵权，回归乡里，是保全自身性命最体面的出路。一众西凉武将也纷纷打算遵照诏令解散军队，各自回乡避祸。就在所有人都打算顺从朝廷安排，放弃手中兵权之时，贾诩主动开口，说出那句彻底改写关中数十年命运，让他背负千年毒誓骂名的谋划。他直白向惊慌失措的李、郭汜等人剖析当下处境。如今长安城内王允一派文官早已下定决心清算所有董卓旧部，诸位若是此刻解散手中兵马，
孤身回乡，乡间一个小小的亭长，便能轻易将诸位捉拿归案，押送长安治罪，到时候必死无疑。与其束手就擒，坐等屠刀落下，不如整合散落在各地的西凉残余兵马，调转方向向西进攻长安。若是攻破城池，掌控天子，便能借着皇室名义号令天下，手握兵权，占据主动权。若是进攻失利，再收拾行囊逃往塞外，到时候也有充足时间脱身，不至于毫无退路。一番话语直击一众武将内心最深的恐惧。李逵、郭汜等人当下没有其他出路，当即全盘采纳贾诩的谋划，集结数万西凉兵马，直奔长安发起猛攻。西凉军作战素来凶悍，长安守军无力抵挡，城池很快被攻破。吕布无力回天，只得孤身骑马逃出长安。司徒王允被俘遇害，年幼的汉献帝落入李逵、郭汜掌控之中，彻底沦为军阀手中的傀儡。自此，关中大地彻底陷入无休止的动荡战乱。李干、郭汜为争夺权力互相攻伐，麾下士兵四处劫掠村镇，官府体系彻底崩溃，农田无人耕种，粮食物资消耗殆尽，饥荒席卷整片关中平原。史书用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形容当时的惨状。数年战乱、饥荒、瘟疫叠加，数十万普通百姓失去性命，无数家庭支离破碎。这便是贾诩独世名号的根源，是他人生中永远无法抹去，也从不刻意洗白的最大道德污点。贾诩在提出这条计策的那一刻，完全清晰预判所有后续恶果。他清楚收拢这群残暴嗜血的西凉军阀反攻长安，会给关中百姓带来灭顶之灾，可他依旧选择说出这条毒计。根源在于彼时的贾诩同样属于董卓旧部和李衽、郭汜共享同一套待清算的身份标签，朝廷清算西凉势力的名单之中必然有他的名字，放弃兵权回乡，等待他的同样是死亡。这条计策本质是为自己寻找一条绝境生路，数十万百姓承受的苦难，只是他保全自身必须付出的附带代价。北宋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时，专门针对这件事给出精准评价。贾诩此番谋划，出发点只为保全自身安危，从来没有为汉室江山、天下苍生考量过半分。这句评价足够客观公允，没有刻意抹黑，也没有刻意包容，直白点出贾诩此次选择背后极致利己的冰冷逻辑。贾诩是乱世权力游戏最坦诚的实践者，也是这场灾难唯一的受益者。可事成之后，他做出了一个和所有谋士截然不同的反常选择，彻底拉开他与寻常谋臣的差距。李佗、郭汜成功占据长安，掌控朝政，感念贾诩献计之功，想要授予他侯爵爵位，将他拉入权力核心圈层，给予至高无上的权柄与封赏。换作其他谋士，面对唾手可得的功名权位，必然满心欢喜，全盘接受。可贾诩全部断然推辞。他直言此番谋划仅仅是绝境之下保命的权宜之计，谈不上半分功绩，没有资格接受高官厚禄。旁人难以理解，送到眼前的荣华富贵为何要主动推开？贾诩心中的盘算却无比通透。这条沾满鲜血的计策，不是能够光宗耀祖的功勋，是捆绑自身命运的沉重枷锁。李朵、郭汜生性残暴，猜忌心极重，眼下需要贾诩出谋划策，便百般优待。等到局势稳定，外部威胁消散，二人必然忌惮贾诩过人的智谋，担心他动摇自身权势。若是坦然接受封赏，深度绑定李郭汜的军阀利益，未来二人内斗落败，自己会被一同拖入深渊，毫无脱身余地。绝大多数古代谋士都会将主公的功业完全等同于自身的荣光，情感、利益、命运全部和上位者深度捆绑。主公顺风顺水时，自己跟着平步青云；主公大势倾颓时，只能一同坠入毁灭的深渊。
贾诩刻意在每一段君臣关系之中维持一段若即若离的安全距离，他能为主公提供不可替代的谋略价值，却绝不做到无可替代，永远为自己保留随时抽身离开的空间。这份适度的存在感，让他每一次更换主公都能体面退场，不会被旧势力牢牢裹挟。没过多久，李郭汜二人的权力矛盾彻底爆发，两股西凉兵马在长安城内互相厮杀，汉献帝、文武百官反复被两方挟持抢夺，朝堂秩序彻底崩塌，整个关中府地战火连绵，看不到半点安定的希望。贾诩夹在两大军阀之间周旋，始终刻意保持中立姿态，不偏袒任何一方，多次出面调解二人之间的冲突，释放被扣押的朝中大臣、后宫宫人，以此积累微薄的朝堂人望，同时在李铎、郭汜二人眼中维持一个中立调和者的形象，避免被任意一方视作敌对势力。等到贾诩精准判断李铎、郭汜的割据统治已经走到末路，再继续停留只会被二人内斗波及。他果断选择抽身离开，投奔驻守华阴的军阀段威。段威坐拥一方城池，手中掌握一支规模不小的军队，野心不大，没有争夺天下的宏图大志，只想要守住自己的地盘，安稳度日。相较于李屯、郭汜的凶残暴虐，段威的阵营相对安稳，是一处绝佳的临时避风港。贾诩初到段威麾下，段威知晓他智谋出众，对他礼遇有加，衣食住行尽数优待，朝堂之中大小事务都会主动询问贾诩意见。旁人都觉得贾诩寻到了一处安稳归宿，可贾诩很快察觉这份优待背后暗藏的致命危机。他私下对身边亲近之人坦言，段威表面待我优厚，心底深处一直深深忌惮我的才智，害怕我趁机夺走他手中兵权，侵占他的地盘，长久停留在此地，迟早会遭到暗中加害。相比之下，驻守宛城的张绣没有足够深远的政治眼光，极度缺少能看清天下大势的谋臣，投奔张绣才是更安全的选择。下定决心动身投奔张绣之前，贾诩特意找到段威诚恳辞行，主动帮段威梳理内外军政关系，妥善处理自己留在阵营中的所有遗留事务，尽可能让段威从自己离开这件事中获得安稳。不少人不解他为何要多费这番心思，明明可以直接悄然离去，不必多做周旋。贾诩早已算清背后利害，他的家眷亲人还全部留在段威管辖的城池之中。若是决裂式出走，段威心生怨恨，必然会迁怒家中妻儿老小，给自己至亲招来祸事。若是体面辞别，主动为段威周全考量，让对方感受到自己没有半分敌意，段威便没有理由加害留在当地的家眷。这是贾诩处理所有人际关系固定的底层逻辑。他从来不把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变成非黑即白的零和博弈，无论何时抽身离开，都会给对方留下足够情面，让双方都能从这段关系里得到相应安稳。他始终明白，人记住一段关系的最终印象，永远是分开时的模样。体面退场，才能杜绝后续无穷后患。抵达宛城张绣阵营后，贾诩迎来人生中少有的被全然信任的阶段。张绣本身武力出众，擅长领兵作战，可缺乏长远政治格局，看不懂天下诸侯博弈的底层逻辑，麾下没有能够统筹全局的谋臣，因此对贾诩言听计从，军中大小决策全部交由贾诩谋划。就在张绣麾下效力期间，那场改变曹操一生，也让贾诩背负巨大仇怨的宛城之战正式爆发。建安2年，曹操率领大军南下征讨宛城，张绣自知兵力差距悬殊，没有抵抗的资本，主动打开城门归降曹操。原本双方可以维持一段安稳共处的局面，可曹操入城之后，做出一件彻底践踏张绣家族尊严的事，强行纳张绣已故叔父张继的遗孀邹氏为妾。在汉末时代，这件事不只是简单的男女私情，
是当众羞辱张绣整个宗族，是踩碎张绣立身的尊严底线。张绣心中积攒滔天怒火，暗中谋划反叛。贾诩为他量身打造一套毫无破绽的突袭方案，趁着曹军入城后放松戒备，军备松散的深夜发动进攻，毫无防备的曹军瞬间溃败，战场之上一片混乱。猛将典韦独自守在营寨大门，身中数十刀，依旧拼死阻拦西凉士兵，最终力竭战死。曹操长子曹昂看见敌军冲杀而来，自知父亲缺少战马，难以突围，主动将自己的坐骑让给曹操，自己徒步断后，死在乱军刀兵之下。曹操本人身受多处创伤，靠着战马拼死突围，才勉强捡回一条性命。这场宛城惨败是曹操统一北方征程里损失最惨重的一次败仗。往后数十年，每当曹操回忆起长子曹昂、心腹爱将典韦的死亡，依旧忍不住痛哭流涕。这件事成为他心中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疤。宛城战败之后，曹操2度重整兵马，再次南下攻打张绣。贾诩2次提前预判曹军行军路线，设下埋伏，重创曹军追兵。接连2场胜利，充分印证贾诩战术判断的精准毒辣，也让曹操心底牢牢记住这位害死自己至亲与猛将的谋士。仅仅2年之后，建安4年，贾诩做出一件让全天下诸侯谋士大跌眼镜的抉择，劝说张绣主动放下抵抗，归降与自己有着血海深仇的曹操。身边所有人都极力劝阻，直言宛城旧仇刻骨铭心。曹操心胸再宽广，也不可能轻易饶恕害死儿子爱将的仇人。此番主动归降，等同于主动踏入必死的火坑。贾诩却给出一套完整、无懈可击的政治推演逻辑。当下中原2大势力对峙，袁绍兵力雄厚，地盘广阔；曹操地盘狭小，兵力薄弱。正是曹操急需收拢各方降将，向全天下彰显自身胸襟气度的关键时期。张绣与曹操之间旧怨越深，曹操接纳张绣投降的示范效果就越强。天下观望的诸侯都会看见，连身负血海深仇的对手都能被曹操包容，其余势力自然愿意归顺。反观若是投奔袁绍，袁绍麾下谋士武将数不胜数，张绣一支弱小军队根本得不到重视，只会被当成可有可无的边角棋子。等到袁绍战胜曹操，张绣没有半分价值，随时会被舍弃。张绣反复权衡利弊，最终听从贾诩的建议，开城归降曹操。事态发展完全印证贾诩的预判。曹操见到张绣归降，丝毫没有提起过往宛城的仇恨，反而大肆封赏，授予张绣侯爵，完整保留他麾下所有兵马。消息传遍中原，各路观望的割据诸侯纷纷动摇，不少小势力主动派遣使者联络曹操，愿意归顺朝廷。曹操见到随同张绣前来的贾诩，当面说出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能让我的信义传遍天下所有人的是先生你。这句话表层是感谢贾诩促成张绣归降，帮自己树立包容贤才的形象，深层暗藏一层贾诩瞬间读懂的戒备。曹操本身便是汉末顶尖政治家、权谋家，全程看透贾诩所有阴狠缜密的算计。他欣赏贾诩看透人心的本事，需要这样洞察人性的谋臣辅佐自己，同时也清晰告知贾诩：你的所有手段我全部心知肚明，我接纳你，但我会时时刻刻盯着你的一举一动。自此，贾诩正式踏入曹操阵营，开启人生中最凶险也最漫长的一段仕途生涯。进入曹营之后，贾诩立刻调整自身所有行事风格和过往辅佐礼仪。张绣时期判若两人，最直观的改变便是极致的沉默与低调。在李铎帐下，他敢于抛出搅动天下的毒计；在张绣麾下，他是所有战事决策的核心策划者。宛城突袭，2次伏击曹军，劝说归降曹操，
每一件关键大事都由他主导谋划。可到了曹操身边，他刻意压缩自身存在感，绝不主动向曹操进献任何计策，不主动结交朝中任何文武官员，不参与任何朝堂私下聚会，常年紧闭家门，居家度日，严格约束家中子弟，子女婚嫁绝不攀附朝中高门权贵，只挑选门第普通、没有朝堂势力的寻常世家结亲。旁人不解他身居谋臣要位，为何刻意隔绝所有朝堂人脉？贾诩心中清楚，曹操是世间少有的聪慧多疑之主，在这样的主公身侧，身居高位，功劳过大，人脉广阔，声望出众，全部是引火烧身的致命隐患。曹操本身兼具顶尖战略眼光与决断能力，不需要谋臣主导全局走向。贾诩给自己精准定位，只做被动应答的辅助者。主公不问，绝不主动开口；主公发问，才简短给出客观判断，绝不抢占主公的决策风头。曹操与袁绍在官渡对峙，两军长期僵持，军中粮草短缺，人心浮动。不少部下建议曹操暂且调转兵力，先出兵平定荆州刘表，扫清后方隐患，再回头与袁绍决战。贾诩当场提出相反判断，袁绍看似兵多将广，实力雄厚，内部早已千疮百孔，几个儿子互相争夺储位，麾下谋士分裂成多个派系，人心涣散，根基空虚，应当集中全部兵力坚守官渡一线，抓住袁绍内部分裂的破绽，出奇制胜，不必分兵南下消耗自身兵力。后续官渡之战的完整走向，完美印证贾诩的判断。袁绍阵营内部矛盾不断爆发，将领谋士互相猜忌拆台，曹操抓住时机奇袭乌巢，一把火烧毁袁绍全部粮草，最终以少胜多大破袁绍主力，奠定统一北方的根基。平定北方全境之后，曹操志得意满，率领大军南下。荆州刘琮不战而降，整片荆州尽数纳入曹操掌控。接连的大胜让曹操心生轻敌之心，打算乘胜沿江东下，一举吞并江东孙权势力，完成一统天下的大业。就在所有人都迎合曹操的雄心，纷纷附和即刻伐吴之时，贾诩站出来冷静劝谏。荆州刚刚归附，当地百姓内心并未真正臣服，曹军长途跋涉，千里征战，将士身心疲惫，粮草消耗巨大。当下最优选择是留守荆州，安抚百姓，修缮城池，推行文德教化，稳固荆州，全境民心。等到境内百姓真心归附，军队休整完毕，再谋划渡江征伐江东。江东坐拥长江天险阻隔，周瑜擅长领兵调度，孙权收拢江东士族人心，贸然出兵，胜负难以预料。彼时曹操沉浸在接连取胜的喜悦之中，完全听不进贾诩的劝诫，执意率领大军东进，最终在赤壁遭遇周瑜。黄盖的火攻之际，数十万曹军葬身火海，战船尽数焚毁，曹操狼狈率军退回北方。这场大败直接延缓天下统一数十年。这两次关键战略劝谏，藏着贾诩独有的分寸智慧。官渡之战的建议被曹操采纳，助力曹军赢得决定性胜利。贾诩从未主动对外宣扬自己的谋划，不居功，不炫耀。赤壁之战劝阻伐吴的提议被曹操无视。贾诩说完一次便彻底闭口，不再反复劝说。战后也绝不私下与人提及我当初早已预判战败，不会借着主公的失败彰显自己眼光独到。反观荀彧、荀攸一类忠心谋臣，心中认定自己的谋划利国利民，一旦主公不采纳，便反复苦谏，据理力争，将自身理想判断看得比主公的决断更重要。这份执着不断消耗自身心力。荀彧最后的悲剧，正是这份不肯妥协的执着催生的结局。贾诩从来没有我的计策必须被采纳的执念，主动进谏只是尽到谋臣本分，给出客观中立的局势判断。主公听从便顺势辅佐，主公拒绝便收回言语，安分守己，不心生怨怼，
不陷入情绪内耗，不争不辩不纠缠，始终维持平和松弛的心境。这也是他能长久留在多疑的曹操身边安然度日的核心原因。曹操晚年，朝堂之中爆发震动整个曹魏集团的楚魏之争，曹丕与曹植争夺世子之位。这场博弈是三国时代最凶险的政治漩涡。朝中但凡拥有话语权、有一定影响力的文武大臣，几乎全部被迫卷入其中，各自站队扶持心仪的公子。丁仪、丁损兄弟全力辅佐曹植，处处为曹植谋划造势。等到曹丕顺利继承王位，二人立刻被清算诛杀。杨修常年依附曹植，频繁介入楚魏纷争，多次擅自揣测曹操心思，传递消息，最终被曹操定下罪名处死。两件血淋淋的前车之鉴，清晰证明，在楚魏之争里，站队态度过于鲜明，终究难逃杀身之祸。曹操为了确定世子人选，单独私下召见贾诩，专门询问他对于曹丕、曹植二人的看法。这是一道无解的送命题。公开支持曹丕，会彻底得罪曹植麾下所有党羽；公开扶持曹植，会埋下日后曹丕掌权后的杀身隐患。若是含糊其辞，两边夸赞，曹操会认为此人圆滑敷衍，心怀二心，直白表态立场，便会彻底深陷派系泥潭，无法脱身。贾诩听完曹操的问话，长久低头沉默，许久没有吐出半个字。曹操心生疑惑，再三追问他在思索何事，贾诩才缓缓开口：“我此刻正在回想袁绍、刘表二人的往事，短短6个字，没有半句直接评价曹丕与曹植，却精准点破最关键的道理。袁绍当年偏爱幼子，废长立幼，几个儿子互相攻伐，偌大基业分崩离析。刘表同样舍弃长子，传位幼子，荆州内部分裂，很快被曹操轻易吞并。贾诩没有直白劝说曹操立曹丕，只用2段家喻户晓的历史前车之鉴，隐晦传递废长立幼的巨大隐患，把最终判断的空间完全留给曹操。曹操听完，瞬间领会贾诩暗藏的深意，心中彻底定下曹丕为继承人。贾诩只用最少的文字传递最清晰的立场，全程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把柄，没有当众得罪曹植一派任何官员，也不会让曹操觉得自己刻意干预皇室楚魏大事，全程只做历史典故的转述者，不做立场鲜明的劝谏者。这套处理高风险政治难题的方式，贯穿贾诩整个曹魏仕途。公元220年，曹操病逝，曹丕顺利继承魏王之位，没过多久便逼迫汉献帝禅位，正式建立曹魏王朝，登基称帝。曹丕清楚当年楚魏之争中贾诩隐晦的提点之恩，感念他沉稳通透的格局。登基之后，直接册封贾诩为太尉，位列3公，是曹魏武官体系中地位最高的官职，真正做到位极人臣。即便手握朝堂顶级权柄，身居3公高位，贾诩依旧延续数十年不变的低调处事准则，常年闭门不出，极少参与朝堂大型宴会，不主动拉拢朝臣构建自身势力，不私下结交世家权贵。朝堂之中，不少年轻官员私下议论，贾太尉身居如此高位，却终日深居简出，闭门闭室，心中必然藏有不可告人的私心。贾诩听闻所有私下非议，全部置之不理，从不主动出面辩解。旁人的权力逻辑是身居高位就要广结人脉，培植党羽，扩张自身影响力。可贾诩早已看透权力底层规则，身处君主眼皮底下，最危险的从来不是存在感微弱，而是锋芒毕露，势力盘根错节。名气越大，党羽越多，君主心底的猜忌就会越重，杀身之祸便藏在无尽追捧之中。曹丕稳定朝政之后，一心想要对外征伐，早日完成天下一统，专门召见贾诩，询问对外用兵的先后次序，纠结应当率先讨伐东吴，还是出兵攻打蜀汉。贾诩依旧保持一贯冷静客观的思路回复：当下曹魏刚刚建立新朝，
多年战乱损耗天下民力，百姓疲惫不堪，国库粮草储备不足，贸然对外征伐，很难取得预想之中的大胜。昔日汉高祖能够平定天下，核心在于先安定内部民生，休养百姓，整顿吏治，积蓄国力之后再向外扩张。如今陛下刚刚登基，最要紧的事是安抚全境百姓，推行文德教化，广纳天下贤才。等到民心彻底归附，国力充盈之时，再谋划对外扩张，才是万无一失的长久之计。曹丕心中急于立下开疆拓土的帝王功业，没有采纳贾诩休养生息的建议，先后2次大规模调动兵马讨伐东吴，2次征伐全部损兵折将，无功而返，局势走向完全印证贾诩最初的预判。可贾诩全程没有公开发表任何事后评价，既不嘲讽君主决策失误，也不借机炫耀自己预判准确，依旧闭门居家，安静旁观朝堂风云更迭，不掺和任何战后朝堂讨论。公元223年，黄初4年，贾诩在家中安然病逝，终年77岁，朝廷赐予谥号肃侯。史书对于他离世的记载仅有寥寥数笔，没有临终托孤的跌宕桥段，没有君臣痛哭的悲情场面，平淡、安静、体面，和他数十年贯穿始终的处事姿态一模一样，悄悄走完属于自己的漫长乱世人生。行文至此，我们重新回扣开篇抛出的核心疑问：贾诩究竟看透了哪些常人终身无法参悟的道理，才能在谋士尽数惨死？人命轻如草芥的三国乱世，安稳活到77岁，身居3公高位，寿终正寝，子孙绵延兴盛。第一，他彻底看透才华与生俱来的双面属性，出众智谋是一把没有刀鞘的双刃剑，适度展露，能换取机遇，获得上位者重用，无节制肆意显露锋芒，便会成为君主心中最大的隐患，招来杀身之祸。在完整的权力体系之中，臣子的才智一旦突破君主能够掌控的范围，人才就会转变为心腹大患。杨修便是最直观的反面案例，天资绝顶，能看穿曹操心底所有隐秘心思。这份毫无保留的聪慧，让君主在他面前毫无隐私，长久的不安最终催生杀心。贾诩一辈子严格把控展露才华的时机与尺度，生死关头、战略抉择之时，适度展露谋略，让主公看见自身不可替代的价值，日常生活、朝堂闲谈之中彻底收敛所有锐气，永远让主公觉得自己有用，却永远不会心生忌惮。第二，他看透忠诚从来不是无底线、无原则的盲目盲从。后世世人诟病他6夷其主，将其打上不忠的标签儿。可贾诩拥有一套独属于乱世的君臣相处标尺，君臣关系本质是双向价值交换，主公提供安身立命的平台，谋臣提供谋略计策辅佐大业。一旦双方价值平衡彻底破碎，死守一段注定覆灭的关系，只会白白葬送自身性命。他每一次改换门庭，都会妥善处理和旧主之间的人际关系，不撕破脸面，不结下死仇，给彼此留足退路，给自己预留随时转身的余地，不会把自身命运完全捆绑在单一主公身上。第三，他看透沉默是乱世之中成本最低、效果最好的自保铠甲。朝堂之上，无数谋臣争相抢着发言，人人都想依靠独到见解博取上位者赏识，可权力中心永远遵循言多必失的铁律，多说多错，每一句未经斟酌的话语都可能成为日后清算自己的罪证。贾诩的沉默从来不是胸无点墨、无计可施的被动状态，是主动筛选开口时机的清醒选择。只有不开口便会招来灾祸的危急时刻，他才会简短表态，其余绝大多数时间主动压缩自身存在感，用沉默隔绝所有潜在危机。第四，他看透完整清晰的自我认知是一切生存智慧的底层根基。他清楚自己的计策自带极致利己的冷酷底色，
明白反攻长安的谋划会造成数十万百姓惨死，从来不会用匡扶汉室、救济苍生这类高尚口号粉饰自己的自保选择。坦然接纳后世千年毒士的批判骂名，不会因为旁人吹捧智谋无双就飘飘然失去判断，也不会因为世人痛斥冷血自私就自我否定。清醒认清自身所有优缺点，接纳自己不完美的选择，才不会被外界的褒贬评价扰乱内心判断，永远保持独立冷静的思考能力。2000年以来，世人对于贾诩的争论从未停止，历朝历代读书人给出2种截然相反的评价。一部分人痛斥他自私冷血，为保全一己性命，不惜搅动关中战火，牺牲万千无辜百姓，道德层面无可辩驳。另一部分人推崇他通透清醒，是三国第一生存智者，在黑暗乱世之中守住自身与家族安稳，读懂人性与权力的全部规则。2种评价都无法完整概括贾诩完整的一生。我们不能抛开汉末天下崩塌的时代背景，用和平年代的道德标准苛责他的冷血。大汉王朝早已腐朽溃烂，九州大地战火连绵，各路诸侯军阀为争夺地盘肆意掀起杀戮，无数上位者都曾为一己私欲牺牲百姓。贾诩只是其中最坦诚、从不掩饰自身算计的那一个。77载漫长岁月，6位更替的主公，一身洗不掉的乱世污名，3公太尉的至高权位无疾而终的平静结局，绵延不绝的子孙后代，放在整个三国历史之中，这份结局本身就是独一无二的答案。这份答案无关传统道义的高低对错，只讲乱世之中，普通人该如何与无处不在的权力博弈相处。故事讲到这里，留给屏幕前收听故事的你2个值得长久深思，可以在评论区自由探讨的问题。第一，如果当下的你身处矛盾频发、充满利益博弈的职场或是人际圈子，你是否愿意主动收敛自身锋芒，刻意拉开自己与权力中心的距离，换取长久安稳？第二，当坚守心中道义理想和保全自身生存只能2选1之时，你会做出怎样的取舍？喜欢本期深挖冷门历史人物的深夜睡前故事，记得点击订阅本频道，每晚准时更新不同历史人物深度解读。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